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么今天呢，小鱼儿主要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期关于网站的课程，给大家讲解一下 Diver 这个模板如何用它轻松的搭建一个单页式的网站。那么如果说你也正在寻找一款好用的模板，并且呢想要做一个单页面的一个网站，那今天这期视频你就一定要把它坚持看到最后。那么今天我会一步步的演示如何设计单页式的一个网站。等会儿呢，我还会用到一个从 Diver 市场免费下载的一个网络营销模板，教大家怎么下载并修改成自己喜欢的样子。那么如果说你也想学习搭建网站，那记得一定要订阅小鱼儿的频道。OK， 废话不多说，接下来那我们就开始吧。想要搭建网站，大家都知道，我们必须呢要拥有一个主机服务器一个域名，那这个是做网站呢必备的。它呢要用来储存我们的网站里面的一些数据以及内容。那如果说你还没有一个主机的话，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这个 Hostinger。那小鱼儿呢很多网站呢都是使用的这个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服务器。这里 Hostinger 的相关链接呢，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大家可以暂停视频呢，可以跟着小鱼儿呢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来到 Hostinger 的首页，大家可以看到它的界面呢是一个英文界面大家也不要着急，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一个红旗，我们直接点击进来。那么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些主流国家的语言呢都有。如果说你和我一样你比较喜欢看中文的话，那么我们鼠标直接点到最后，点击一个中文。OK， 可以看到这里呢，它会直接帮我们展现一个中文的一个界面。那么推荐 Hostinger 呢主要是因为它呢性价比很高并且呢它还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所以如果说你还没有一款主机服务器的话，可以来试一下这个。这里呢，小鱼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鼠标往下拉，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呢，它呢一共有3个套餐。第一个套餐呢，这里呢我个人就直接不给大家推荐因为它是每周备份大家做网站都知道，必须呢保证一个每日备份所以呢给大家推荐第2个或者第3个。如果说你想要对你的网站要求非常的高那么就建议你呢直接选择第3个套餐。那它呢可以建300个网站。可以看到不管就像新手朋友，你刚开始可能会搭建出来的一些网站呢可能会不好，或者说呢不喜欢，那么都没有关系，你直接删除，那你重新再建就可以了。300个网站，前面10几20个网站不喜欢都可以把它删除。那鼠标往下拉呢，它还有一个赠送一个免费域名。那么域名呢，它1年呢至少都要将近100块钱所以呢这个呢它会直接给你赠送1年的域名。它还有一个呢跟第2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2个选择呢它是一个共享 IP 地址。第3个套餐呢，它呢有一个专用 IP 地址，说你一个网站就有一个专用的一个 IP 地址你没有任何人来共用你的这个 IP， 并且呢有一个优先支持，有任何技术上面的问题呢，那也可以及时联系客服遇到任何问题了，那右下角这里呢还有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中文客服，你直接点击询问发送你的问题就可以了他们呢回复的时间呢也是非常的快。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选择第3个选择，点击进去可以看到我们就会来到这个页面。那么这个页面呢，它就是一个你购买的一个时长的一个页面。接下来你要考虑你的你要买这个主机要买多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点击这里有个小小的倒三角可以点开看一下。那么它可以选择1个月、1年、2年、48个月。那么它每一个选择呢，它的价格都不一样那一个月的价格你可以看一下，1个月的价格就是182.99元这里呢它的价格已经快接近200了我们再看一下1年的价格。那么1年呢就是73.99一个月它的价格呢比起182优惠了很多但这里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下48个月的，48个月呢它直接从70多了降到了50多，并且它的一个续费价格也只需要100多你就算你买了48个月，将近4年的时间，后面的续费呢100多一个月如果说你买的是1年，它就是从140多变成了170多的一个续费价格所以说从长远来看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24个月或者说
48个月。我们做网站的话，不是说做1天2天，你也不是做3、5个月啊，可能是做3、5年、10年、20年。那么你做的越久啊，那你在 Google 里面呢排名呢就会越靠前，那你获得的一个自然流量呢会更多啊。Google 呢会收录你的网页，当有人搜索的时候呢他会去推荐。那这里大家也不用担心啊，48个月感觉是有点久啊，因为它万一用的感觉不好怎么办呢？那它这里呢有一个30天的退款保障，那么你的网站呢始终要有一个主机啊，所以这个呢只要你3、5年、10年，那么你都需要这个主机提供商啊，所以呢你用一下看看啊，那如果不合心意，你可以选择在30天内呢选择一个退款啊。这里选择好之后呢，接下来呢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继续。那么还有没有注册 Hostinger 的朋友呢？他会给你跳转到一个注册页面，你用你的邮箱去注册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就会来到这个页面这里呢你可以填写一下你的相关信息这里居住的国家、城市这些呢，你就按实际情况填也可以就填写就可以了。我们点一个下一步继续。接下来呢就到了一个付款的页面，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订单的一个详情48个月只需要人民币这里是人民币4年的时间只需要2831.52元2000多块钱，48个月4年的时间它并且有一个每日备份，那么每日备份呢它就有价值700多块钱，那么它还有额外赠送3个月呢，它也价值500多元，还有一个域名，那它这里赠送1年的一个域名使用权它也是100多块钱。然后还有这里还有一个域名的一个隐私保护。从这个价格可以看出来它相当的优惠从这个7000多了我们只需要付款2000多块钱人民币接下来我们就选择一个付款方式，鼠标往下拉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这里下面有 PayPal 上面呢也有一个银行卡再往下呢这里你甚至还可以用比特币之类的来进行付款。国内的小伙伴呢可以点中间这个支付宝点支付宝之后呢直接点击这里一个提交付款。那么你购买主机的同时呢，你就获得了一个域名如果说你做网站你没有域名，那你还要单独去买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了，就直接主机域名我们都有了。这里点一个继续。接下来打开你的支付宝有一个扫描二维码，用你的支付宝扫一下这个二维码了直接支付就可以了。可以看到它这里支付呢会有一个时间所以说你在这个时间之内呢把它进行一个支付。那么付款成功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用刚才注册的一个邮箱呢来进行一个登录回到它的首页，点击右上角这里有个登录按钮，点击一下。登录进来之后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Hostinger 的后台。我们鼠标回到左边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网站这里有个倒三角，点一下这里呢就会出现一个网站列表。点击它之后呢，往后你做的所有的网站它都会出现在中间这个页面，有的网站你只是试一试的话，不想要的话，鼠标回到这个右边，这里会有3个点这里呢直接点击一个删除就可以了那么就把当前的这个网站给删除掉了。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这里有一个添加网站，那这里呢有一个WordPress 建站，有一个 Hostinger 的人工智能建站还有一个空白的，还可以选择这里，你可以选择，如果说你已经有了网站，那么你可以选择从外部迁入网站直接点这个按钮就可以了。我们这里就选择第一个用 WordPress 来建站。接下来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创建 WordPress 账户的一个语言这里呢我选的是一个中文这后面有一个倒三角，你可以点开在这里面呢你找到中文，选择好就可以了。接下来呢，你需要添加一个管理员的一个电子邮件并且呢设置一个密码。那么密码呢，它下面有要求比如说需要一个数字，需要一个小写字母，需要一个符号，需要一个大写字母需要一个拉丁符号8到50个字符，按照这个要求来设置一个密码并且呢，你可以把你的管理员和密码呢把它单独记在一个文件夹里面。那下次登录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是这个密码，我是这个邮箱。 OK， 那我们这里点击下一步。接下来他会问你选择构建网站的方式，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下面的创建空白网站。这里呢它需要你填入你的域名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了，如果说你买的是1年以上的，它会赠送你域名你直接去把域名领取，把域名呢填在这个里面就可以了。填好之后呢，可以看到它就正在安装 WordPress
啊，这里呢大概需要等待个几分钟。回到小鱼儿的频道啊，很多新手朋友可能你没有一丁点的基础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哈。大家知道现在其实搭建网站都非常的容易啊，不需要写代码，也不需要你有专业的技术。你可以来看一下啊，小鱼儿的这期视频啊，这零基础建站啊，这个新手教程3个小时。那么这期视频呢 ，WordPress 啊加 Elementor 建站讲的淋漓尽致啊，讲的非常的详细，每一个细节呢都说的非常的到位啊。这里呢我会把相关的链接放在视频下方和右上角哈。如果说你想要了解一下的话，那么你可以来点击观看我的这个视频啊，链接在视频上方这里啊，右上角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会出现一个链接。如果说没有时间看的情况下呢，那么你也可以把链接点进去了，先把视频呢进行一个收藏保存啊，有空的时候呢再来看。回到这里可以看到啊，这里已经创建了70%多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也正在建站啊，会遇到一些问题啊，那你还可以通过视频下方啊，这里可以点击视频，点击我的视频下方，鼠标往下拉，在描述栏这里点击一个更多。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呢，刚才给大家推荐的啊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呢，就在这个描述栏啊，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描述栏，可以看到这里 Hostinger 的一个主机呢，你点击这个链接呢，就会直接跳转到 Hostinger 的一个页面。啊，这里我会把零基础的这个教程呢，就放在这个下面，鼠标再往下拉。那还有很多朋友，如果说你有很多的问题，建站难免遇到问题哈，你可以选择加入到小鱼儿的这个知识星球。那么有任何问题了，在里面呢，我会1对1的回答。好，接下来看一下 WordPress 呢已经安装完成了。这里我们来到的这个是 Hostinger 的一个界面，我们选择这里有一个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一个仪表盘，我们点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的就是 WordPress 的一个建站的一个后台啊，这里它会出现一些东西哈，这个里面一些广告，我们这里点击这个叉把它关掉，并且那个上面点击这个右上角这里有个显示选项，我们把这些勾给它去掉。OK， 我们要保持啊，让我们的网站后台来整洁啊，这样呢它不会产生任何的一个内存，不会影响到我们建站。那接下来我们回到 Diver 哈，这里 Diver 的一个链接呢，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哈，大家可以通过视频下方描述栏或者评论区啊，你可以通过这里可以看到啊，这里是属于描述栏找到 Diver 的一个链接。那么在评论区呢，点击展开按钮呢，它也能找到 Diver 的一个链接啊，你可以点击这里，点击这个链接啊，可以直接来到 Diver 的这个页面。教一下大家怎么样使用 Diver 的这个主题呢，来创建我们的一个网站。这里 Diver 的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哈。我们呢先需要导入一个 Diver 的首页营销模板。如果说你还没有购买 Diver 的一个主题，大家也不要担心啊，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啊。你先打开链接，那么这里网址在描述栏啊，大家可以先暂停一下。那么进来之后呢，大家打开网页之后呢，它会是这样一个页面啊，你可以跟着我的步骤顶上这里一个 Diver， 我们点这里这个 Diver 点进来。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先来鼠标回到这里，我给大家翻译一下，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跟我一样安装一个中英文翻译哈。我们先查看一下这个 Diver 的一个定价。那 Diver 呢，现在有一个年租制和一个终身买断制2种方案。如果说你的预算有限，你可以选择从这个年租制开始，这里呢直接点击这里去进行一个注册。如果你的预算充足，并且呢不想每年都续费的情况下呢，你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终身制一次买断，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把它直接切换成一个终身制。终身版呢，它也分一个普通版和一个高级版。那么它的高级版呢，它的功能呢会多很多可以看一下它下面的功能呢会多很多，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一个需求呢来进行一个选择。这个里面呢它都介绍的很清楚的相关功能，建议大家呢可以选择终身制终身制Diver 后期它的一些更新呢，那你也是可以享受的。OK， 这里呢取得这个 Diver 过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下鼠标回到上面可以看到它这里主题和页面很多主题，这里我可以看一下，这里直接点击进来给大家展现一下。那么这里呢可以看到它的非常多的一个 Diver 的一个布局可以看一下这边 Diver 的一个功能，200的元素2000的一个布局，这里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这里面可以看到各种布局非常的多，2000多种有
什么这边左边你可以看到它的类别分类，有关于艺术方面的，有关于商店方面的，有关于一些非营利组织的，还有关于教育的还有关于时尚与美容的、饮食的、健康的生活的、网上商店服务还有一些科技的等等这里面非常多的布局大家可以来看一下，选择你喜欢的一个模板直接套用，想搭建什么网站呢都没有问题。那么都是一些现成的模板直接套用就可以了。Dior 呢也是非常的强大，那这个里面有你用不完的一个模板。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讲解这一款模板。这款模板呢它适合做一些数字营销登录页面非常简洁的一个设计布局。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有一个原因呢，它是免费的免费就能用，并且它的下载次数可以看到有3000多次的一个下载。相关链接这里呢这个模板的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了。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现场的演示，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它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这里呢给大家讲解一下，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菜单栏在顶上这里有个菜单栏，有 logo， 那中间这里呢会有一个区块，这里呢可以放一个横幅放一个 slogan 在这里。下面这里呢就是一些合作伙伴之类的可以放在这个位置。鼠标往下拉，这里呢可以放一些你的服务项目也可以把这些呢给它改成你自己的一个行业。那么下面这里呢是一个自我介绍，还有包括你的一个优势之类的。这个呢是你的一个优势。再往下可以看到呢，这里呢是你的一个项目的一个数量。再往下拉这里呢是你的一个客户服务的一个评价，包括你的一些团队成员等等。鼠标往下拉这里呢就是你的一个团队成员，这里包括他们的一个方案。目前呢它提供的是3种。那最后呢可以看到鼠标往下拉了会有一个订阅，比如说订阅新闻等等这些功能。再往下呢这个也就是一个它的一个页角它的一个底部栏，它把网站的页尾它也整合到这个模板里面了虽然说这一个页面呢它整合了很多模块在里面麻雀虽小但它五脏俱全里面的内容呢非常的充足。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来获得这个模板呢，其实很简单链接呢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描述栏了。那回到它的这个页面呢，直接登录下载就可以这里一个 download 的下载。那么这里呢需要你登录一下如果说你已经购买了，那就用你购买的一个邮箱和密码登录一下。下载好了之后呢，你就会获得一个 ZIP 的一个文件。那这里呢我已经下载好了，这个文件呢你需要解压一下你会看到一个文件夹，那么打开文件夹呢，里面呢就有一个文件这个呢就是 Dior 的一个模板，后面的话我们就会用得上。接下来我们就再回到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这个后台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儿我就不做相关的介绍了之前小鱼儿每期视频都会给大家讲。这里呢我们就直接来安装这个 Dior 的一个主题。我们这里点一个外观，这里选择一个安装新主题。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上传主题我点这个。这里呢我选择一个文件，那么这儿我需要把这个 Dior 的文件给它上传进来。选择好之后，这里点一个立即安装。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呢它正在安装你上传的主题 Dior， 然后这呢它会显示主题安装成功。那么这下面有个启用，我们点击一下启用，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已经激活了接下来我们需要来激活一下你的一个许可证，这我们点击一个激活那么需要输入这里 Dior 给你的一个用户名和你付款之后呢 Dior 呢它还会给你一个密码，那么你把它来登录输入进来，这里点击一个登录就可以了。那么我们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主题生成器，那我们点击一下，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可以添加全局标题，可以添加全局的主体添加全局的页角这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这里有一个它从库中添加，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现成的一些模板你可以想用哪个就用哪个在左边呢它还有一些分类那你可以看到哪一个类型的都有真的非常的强大。你有了这个 Dior 的话，你有用不完的一个模板都是一些现成的，直接套用就可以了。那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一个比如说你做的是一个，这边给大家翻译一下看一下，点一个翻译这里有一个，比如说你要做一个商业的你可以点这个
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个啊，比如说我看一下啊，这个布局呢，我这里点一下啊，那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可以使用此布局，这里我们直接点一下。如果说你前面已经验证过了，那么你这里就可以直接导入。接下来呢，我们需要输入你的用户名啊，前面啊给Dwell的一个用户名和一个密钥，输入好之后直接点击一个提交啊，它就正在导入。OK， 这里就导入成功了，那么这个模板就导入进来了哈。那这儿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现在我只是演示啊，可以把它删除。我们再点一下这个 Dwell， 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你的 Dwell 许可证密钥已经激活啊 ，Dwell 呢已经更新。Dwell 的下面呢，它会这里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设置啊，这里它会有一个仪表盘啊，有一个主题选项，这里面呢，它还有默认的一个色调啊，你可以去选一下。它还会有主题生成器啊，还有一个主题定制，还有一个角色编辑器啊，还有一个 Dwell 的一个库。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左边的页面开始，鼠标回到左边，这里点击一个页面啊，这儿我们点击一个新页面，这儿我们先把它关掉，在这里添加一个标题，比如说一个网络行销，这里随意啊取一个名字就可以了。在这里点击一个发布啊，再点一次啊，它点2次才能进行一个发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用这个 Dwell 来编辑，点击这个 Dwell， 我们用这个 Dwell 编辑器呢去进行一个制作。在这里呢，它会告诉你，如果说要用这个构建一个漂亮的网页啊，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这里它有简单的一个介绍，就用加号将新的一个添加到你的页面就可以了。这里面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这里它有一个展示呢，我们就直接点这里开始创建。那么接下来呢，它会告诉我们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编辑你的网站。第一种是从头开始，第二种呢，它会里面会有一些布局啊，里面有很多一些模板啊，可以去选择一个布局，选择模板来进行一个编辑。第三就是用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呢其实是最简单的。那这儿呢，我用人工智能简单的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里点成一个生成布局，那么这里呢，你只需要输入啊，你希望 Dwell AI 来创建的一个页面。那你需要几个页面啊？可以看到它这里，比如说啊，你想要一个服务页面，或者说想要一个联系页面，加一个首页，可以了。那接下来呢，你只要告诉他了啊，你的公司是一家是做什么的啊，一个公司。接下来呢，第3个的选择呢，就是选择库存里面的图片，就是 Dwell 它内置的一些图片，然后呢直接点击生成布局啊，它就会帮你快速生成一个网站啊。这里我就把它关掉。第一种方式呢，它这里呢是从头开始啊，这里呢直接点击开始布局。这里啊，接下来呢你可以选择一个插入行，在这里你需要几行，那么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一下啊，不选也是可以了，直接点击这里关闭。关闭之后呢，刚才给大家讲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模板呢，可以你付款过后呢，直接把它下载下来。下载下来之后呢，你把它保存到你的电脑上面。接下来呢，在这里呢，我们直接鼠标点屏幕中间这个下方这里有个加，我们点击展开。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可以有一个导入的一个按钮，我们点击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是要导入模板，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导入，你选择你的模板，直接把它拖入进来就可以了。或者呢，直接可以通过电脑来进行一个选择也是可以的保存的文件把它导入进来。那么导入进来之后呢，接下来呢，简单的去更换你的内容就可以了，这是第2种方法。那接下来给大家讲第3种方法，那就是选择布局在这里呢，我们点中间这个它里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个布局在这个里面在左边呢可以看到呢，它会有一个这里你可以查找你的一个模板因为太多了真的这里面几千个模板可以看到2000多个模板，你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找。那在这里我们找到刚才的这个模板，那这里你可以把它的模板的名称呢，把它复制一下，在这里来点击这里搜索，你可以进去看一下它搜索出来可能有不止那么一个你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一个。如果在这里呢实在找不到的情况下呢，我们鼠标往下拉，它可以这里会显示查看更多，我们左边这个按钮点一下接下来呢，你可以到这里来搜索这个模板，再把它粘贴进来，点击搜索。OK， 那你这里就找到了，我们直接点击进来看一下，对，就是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模板。OK， 那回到刚才这里那这儿呢，其实 Dwell 里面模板都是现成的，其实我们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只需要更改里面的相关内容这儿我简单的给大家随便拿一个网站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里给大家翻译一下。
在这边啊，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模板名称哈，它的一些分类啊。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些什么卖东西的啊，在线销售的，你可以选择这个啊。包括下面呢，它还有一个网上商店，做一些跨境电商之类的，那么你也可以选择这个。那如果说你是做教育方面的呢，你可以选择左边这里来有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些模板。那服务业也有啊，生活方式的这些也有啊，等等，这上面啊，这太多了，我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那我选择一个商用的一个模板。那么这个模板呢，你可以我们这里鼠标可以点一下它，来在这里呢，你可以查看一下它的一个布局，点击这里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布局哈，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布局方式。你觉得喜欢的情况下那你可以直接用它。不喜欢呢你可以换一个这里点击这里给它关闭。这个是关于一个在线培训的一个模板。这里也可以看一下，那它除了主页的一个模板，可以看到这个布局里面它包含了8个页面。第一个比如说联系我们的页面、博客页面定价页面还有关于我们的页面还有课程等等这个里面呢一系列的模板呢，它都已经给你定制好了，你直接去套用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模板我想用它，我直接点这里使用此模板这里它就正在导入，我们点击勾选一下就继续导入。那如果你也对搭建网站感兴趣，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之前这里有一期就是 WordPress 加 Diver 呢搭建网站的这个1个小时的一个教程里面有详细讲解如何去用 Diver 来搭建网站。OK， 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它就已经导入进来了这个里面的相关内容呢都可以改它这里呢就是有几个模块几个大的一个模块组成的。那么你鼠标放在哪个模块的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它就会边上就会出现一条蓝色、绿色的一个边框你想改哪个位置，那么你就选中哪一个位置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要更改这里的文字，那你就直接更改就可以了这上面还有个设置按钮，这里你还可以对这里面进行一系列的设置设置好了之后呢，在这里来勾选一下就可以了图片也是一样，直接点击这里这里一个设置按钮，那么你可以更换里面的图片你可以选择自己上传文件，这里文件替换它就可以了，点击上传，可以看到在这儿点一个勾这里图片就更换了，非常的简单。重点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一个菜单栏和我们的一个底部栏。那么现在可以看到，其实它上面菜单栏还非常的简单，有的时候呢这上面的菜单栏它可能会显示，我们这儿可以改那么怎么改呢？我们回到后台呢，我们把这个菜单栏这里我们需要去修改一下。鼠标点击左边这里有个 W， 点一下它，我从新窗口打开。这里我们点击一个页面接下来点这个，选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点击这个页面，那它就会来到这个编辑页面在这个页面呢，我们要注意一下，来这里更改我们可以看到在鼠标往下拉在这里可以看到导航栏导航这个地方它显示是关闭的，我们点一下这个倒三角，点击一个打开，点击打开之后呢，这里我们保存一下，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下角这里去查看这个页面。那如果说它菜单栏比较多的话，那它这里就会显示出来。这个是一个菜单栏，这里面图片所有的都可以更改。那包括你想在里面添加一些模板，这里有个加号那么你都可以比如说新添加一行，比如说你添加一个价格表那就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勾选一下这个价格表，在这里呢它就添加进来了你觉得这个里面呢想要增加呀或者减少都可以。更换文字、图片这些呢，直接去换成自己的相关内容就可以了。这里点这里可以看到文字的一个调整大小这些可以文字的大小看一下调整字体的大小这些呢都可以。想更改哪个区域，你就直接把你的鼠标点上去它都会跳出来一个更改的一个页面。那么接下来呢，如果说你想把这个页头和页尾呢都给它收藏起来，那该怎么办呢？因为这个下面它是不好看的这个页尾你可以选择把它隐藏。那这里我们怎么操作呢？我们鼠标往上拉可以看到在这里。这里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左上角，然后我们点击回到后台，在这里点击页面。接下来呢，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页面，点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页面。接下来这里呢，你可以点一下，可以让它把这边呢给显示出来。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会有一个模板，这里默认模板，我们点击一下，在这默认模板下面呢，我们选择这个 BLINK， 点击它。这里选好之后，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下角这里一个查看页面弄好之后呢，这下面的页尾就已经看不到了。
接下来，比如说在上面这里你要选一个菜单啊，你觉得这上面菜单不够完整，那么你想新建一些菜单怎么办呢？那这里呢，我们还是可以回到后台。点击 W 回到后台我们点击外观，外观这个里面呢，它会有一个菜单栏我们点击一个菜单，那么在这儿呢，你可以创建菜单这里点击一个主菜单比如说你要创建一个联系我们，在这里点击一个创建菜单，这样呢你就可以把这个页面呢给它添加至你的一个菜单栏。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些现成的模板，它的模板真的非常的多，你直接选择一个模板去套用把它内容改成你相关的就可以了你做什么行业你就选择什么模板，那在这个里面呢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具体第五类一些详细的一个修改的一个教程大家可以来看我的这一期视频这里呢我就不再多给大家介绍我这里使用到的相关链接第五的链接呢，大家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感兴趣的伙伴想要快速建立网站的朋友呢，可以打开链接去尝试一下可以快速的去搭建你的网站基本上就是直接替换图片文字就 OK 了，非常的简单。那么之前这栏小鱼儿还给大家推荐过6个好用的模板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来看一下这期视频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